第110章加入队伍。寂静的夜静悄悄地溜过，当第二日天色刚刚蒙蒙亮时，那沉睡中的萧炎便是准时地睁开了眼眸。这段时间的野外生活已经让他将生物钟调节得极为合理。经过一夜的沉睡，体内那股从骨子中透发而出的疲惫已经彻底湮灭，取而代之的是那充满朝气的活力。从床榻上盘腿坐起，萧炎双手结出修炼的印结，再次缓缓闭目。清晨之时是修炼斗气的最佳时间段，修炼斗气犹如行舟，不进则退，唯有坚持不懈，才能有脱茧化蝶的成功。随着萧炎呼吸的逐渐平稳，周身平静的空间忽然犹如水波一般，淡淡的波荡而起，一缕缕斗气从空间中渗发而出。经过昨日那般高强度的锻炼，萧炎此时的皮肤就如同是一团海绵一般，只要一接触到盘旋在身旁的斗气，无数毛孔便将会争先恐后的竞先张合，将那一缕缕斗气贪婪地吞噬而尽。在浑身毛孔贪婪吞噬之时，大部分的斗气却是顺着萧炎的呼吸钻进了其体内，在经过几条功法所特定的脉络炼化之后，被萧炎缓缓地储存进了那不断旋着的小小气旋之中。斗气的修炼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待得窗外的阳光将房间照射得通亮之后，萧炎方才缓缓收工，手中印结散去，一口有些昏沉的浊气被长长的喷吐而出，眼睑逐渐睁开，漆黑的眸子中淡黄光芒掠过，瞬息之后隐于眼眸最深处。照这进度，恐怕再有半月时间就能成为5星斗者了吧。没想到这苦修的效果还真挺不错。伸了一个懒腰，听着体内传出的那股噼里啪啦声响，萧炎脸庞扬上一抹满意的笑容。今天就要进入魔兽山脉了。从床榻上跃下，萧炎在房间中简单的洗漱了一下，然后行至床边，双眼有些无奈地盯着那把怪异的黑色巨剑。双腿缓缓曲卷，萧炎深吐了一口气，双掌微曲，犹如鹰爪一般，牢牢地抓住剑柄，脚掌重重的地面一踏，一声低喝起。在萧炎斗气运转之下，双臂之力几乎足可砸断巨树，然而将这种力量用于这把诡异的巨剑之上，却是只能缓缓地将它提离地面。身子微微弯下，萧炎脸庞涨红，口中呼吸越来越急促，再次发出一声低沉的喝声，巨剑终于是被甩上了背，顿时身子猛地往下一沉。不过好在萧炎有所准备，咬紧牙关，片刻之后身子终于是逐渐地直了起来。妈的，太恐怖了！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萧炎咧嘴苦笑道。手掌拍了拍身后的黑色巨剑，萧炎再次迈着步伐对着房间之外行去。经过几日的适应，即使现在背着巨剑走路，也不会像以前那般每一次落脚都会震得地动山摇了。魔兽山脉中魔兽横行，危险重重，单人行走在其中最容易遭来魔兽的进攻，所以一般进山的佣兵除了一些艺高人胆大的之外，其他的大多都是成群结伴的进入。以现在萧炎的实力，顶多能够应付一只1阶的魔兽，所以他根本没有本事单人在魔兽山脉中横冲直闯。当然，这是排除掉了药老出手帮助的前提。不过在苦修开始的那一天，药老便是开口说过，苦修的日子中，除非萧炎遭受到危及生命的致命危险，不然他不会再出手替萧炎解决任何的麻烦。也就是说，在以后的日子中，即使萧炎有药老这张底牌，那也不能随便动用，所有的一切麻烦都必须依靠他自己。而对此，萧炎虽然很苦恼，可也只得无奈接受。他知道药老这般做是害怕在他的一直护持下，自己迟早会丧失掉对危机的警惕。一只躲在母鹰翅膀下的雏鹰，始终难以真正的搏击长空，只有处身险地才能爆发潜力，最终笑傲天宇。药老并不想萧炎成为一只躲在他身后的雏鹰，所以他必须让萧炎明白自身的处境。走完街道，萧炎来到了小镇的另外一处出口，而这里也是魔兽山脉的进口。在小镇门口已有不少的佣兵簇拥在此，一声声吆喝，不断地招呼着想要进山的单独佣兵。小镇上的佣兵大致分为3种，一种便是已经组成严密组织的佣兵团，
这种佣兵团在青山镇中只有3支，人数都在100人左右，团员实力大多都在斗者之上，而且据说3支佣兵团的团长都是斗师级别的强者，可以说是青山镇中最强大的势力之一。第二种佣兵便是一些临时的佣兵队伍，这种队伍一般都是做完一次任务便解散，彼此的信任度以及配合默契度远远比不上那种正规的佣兵团。第三种佣兵便是那些单人独行的佣兵，这些人一般都是有着几分保命的底牌。此时小镇门口处这些大声吆喝的佣兵便是属于第二种。站在一处角落中，萧炎并未立刻前去加入什么佣兵队伍，而是暗中观察着哪支临时队伍看上去要更严谨一些，毕竟在危险的魔兽山脉之中，任何一点疏忽说不定都将会导致团灭的惨剧。正在萧炎寻找如意的队伍之时，小镇门口处忽然的骚动了起来，一声兴奋的大喊声响了起来：万药斋要进魔兽山脉采药了，同行的还有小医仙哦，名额只有50名，实力要在2星斗者之上，各位抓紧了。大喊声让得喧闹的小镇门口微微寂静，片刻后，众人面面相觑了一会，自认达到了条件的佣兵顿时争先恐后地对着那名身着万药斋服饰的中年人涌去。愣愣地望着忽然间疯狂起来的佣兵们，萧炎眨了眨眼睛，沉吟了瞬间，竟然也是卖命地对着人群中挤去。如此多的人数进入魔兽山脉，普通魔兽定然不敢轻易袭击，如此生命也就多了几分保障。只要等自己在路途中寻找到既偏僻又安全的修炼之所，那便能放心地脱离这支队伍了。昨日在万药斋的时候，那名店员所说果然不假，小医仙的名头在这青山小镇简直比什么都管用，50个名额几乎让得众人抢破了头。不过萧炎仗着个小身手敏捷的优势，倒还窜到了前面。还有最后一个名额。中年人笑眯眯地扬了扬手中的羊皮卷，对着拥挤的人群笑道：我。少年略微有些稚嫩的声音带着几分气喘在中年人身前响了起来。望着面前这年龄看上去不过17、18的清秀少年，中年人一愣，旋即笑道：小兄弟，我们的条件是需要2星斗者。中年人特别的强调了一下最后4个字，显然他并不相信这年仅10多岁的少年达到了条件。哪里来的小娃娃，毛都没长齐就出来乱晃荡，小子快闪一边去，别浪费大爷们的时间。见到竟然被一名少年抢去了最后一个名额，外围的佣兵大汉顿时骂骂咧咧的道。对于这些谩骂声如同未闻，少年上前2步，行至一棵足有2手臂粗壮的树干面前，拳头猛然紧握，淡黄色的斗气犹如一层淡淡的光幕覆盖着拳头，略微沉寂。少年一声低喝，拳头夹杂着凶猛的劲气，狠狠地砸在树干之上。咔嚓，随着清脆的声响响起，那棵颇为粗壮的树干在众人那惊愕的目光中嘎吱倒地，溅起满地尘埃。这应该够了吧？拍了拍手，萧炎对着那名目瞪口呆的中年人笑道：啧啧，小兄弟天赋还真强悍，小小年纪竟然便修炼到了2星斗者，简直是天才。惊叹地点了点头，中年人对着萧炎笑道：好吧，最后一人便是你了。佣兵酬金是500枚金币，来回护送我们万药斋采药队的安全，待会会先付你一半酬金，另外一半则要回来时候才能付给。好，微笑着点了点头。萧炎并不在乎那500枚金币的酬金，他只需要这支队伍能为自己寻找到足够安全的修炼之所。见到最后一个名额被这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小家伙夺走，周围围观的佣兵顿时只得悻悻地离开。然而在离开之余，还不忘对萧炎投去许些异样的目光。能够在17、18岁便成为一名2星斗者，这种天赋在这青山小镇中可算是颇为难见。